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二端口网络。下面我们首先来讨论几个比较重要的基本概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端口。我们知道在电路当中，元件或者网络都是通过一些端钮和外电路相连的。但是在电路当中，并不是任意两个端钮都可以构成一个端口。我们讲两个端钮要构成一个端口，条件是从其中一个端钮流入的电流一定要等于从另外一个端钮流出的电流，我们把这个称之为端口条件。那同学们在后面实际应用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一点。有了端口的概念，当然接下来要解释二端口网络就比较容易了。顾名思义，二端口网络就应该是通过两个端口与外电路相连的这样一个网络，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二端口网络，或者简称为二端口。比如这是一个二端口网络的图。那在我们这一部分呢，我们特别限定一下，目前我们讨论的都是线性二端口，也就是说在这个网络内部只含有线性电阻和线性受控元，不含有独立元。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假如说这是一个二端口网络 N， 它通过两个端口，端口1和端口2与外电路相连。现在我在端口1和端口2之间接上一条新的支路 R。那现在大家思考一下，接上这个 R 以后，我的这个 N 还是不是一个二端口网络？那为了分析它是不是二端口网络呢，我们只要来看一下，现在这个端钮上流入的电流 I1 一撇是否依然等于 I1， 这个端钮上流过的电流 I2 一撇是否依然等于 I2。 如果等，那它就依然是二端口网络；如果不等，那它当然就不是二端口网络。好，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广义的 KCL， 现在在端钮1一撇以及2一撇上仍然满足端口条件，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端钮1上流入的电流依然等于端钮1撇流出的电流。但是对这一点做 KCL 的话，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 I1 一撇应该等于 I1 减 I。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应该是不等于 I1 的。同样对这一点做 KCL， 我们也可以得到现在的 I2 一撇应该等于 I2 加上 I， 那也是不等于 I2 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端钮3一撇来讲，流入的电流不再等于流出的电流；端钮4一撇也是如此，流入的电流不再等于流出的电流。因此现在网络 N 不再是一个二端口网络。那既然它不再是一个二端口网络，我们后面要讨论的二端口网络的一些定理或者说分析方法，当然也就不再适用。这一点希望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给一个一般的结论呢，是这样子：在任意的一个二端口网络上，如果我在端口之间接上一条新的支路，它是有可能会破坏端口条件的，从而导致原来的网络不再是二端口网络。那这儿为什么说有可能会破坏呢？言下之意，有的时候也许不破坏。那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具体的例子，什么情况下在两个端口之间接上一条新的支路，端口条件不被破坏。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种特殊的二端口网络，也就是三端网络。假设这样一个网络通过3个端钮1、2、3与外电路相连，我们假设端钮1、2上面流入的电流分别是 I1 和 I2， 那端钮3上面流出的电流就应该是 I1 加 I2。 现在我们把端钮3拉长变成这样一个公共端，1和3一撇形成一个端口与子电路 N1 相连，而2和3两撇呢形成另外一个端口与 N2 这样一个子电路相连。那根据广义的 KCL， 我们可以得到
3一撇端扭上流出的电流应该是 I1， 而3两撇端扭上流出的电流呢，就应该是 I2。把它重新画成这种形式，那就是一般的二端口的情况。如果 N1 和 N2 之间不再有其他支路相连的话，那么这样一个3端网络就构成了一个二端口网络，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现在我在子网络 N1 和 N2 之间还有其他支路相连呢？比如说现在我有一条另外的支路 R 接在 N1 和 N2 之间，那么我们的问题是 N，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3端网络是否依然构成二端口网络呢？